刚开始训练的新手起分化训练进步最快，哪些动作收益大、风险少？练前练后的热身和拉伸有必要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期呢，我将以往评论区和我平时接触到的健身新人所提到的最多的问题，我们来做一个解答。刚开始训练的新手几分化训练进步的最快。但从我身边的朋友这边来讲，他们刚接触健身的时候都会以5分化的训练来开始，他们认为这样的训练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，然后肌肉可以更好的恢复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形式呢，稍微的间隔是有一些长的。假设我们周一练了胸部，然后呢到下一个循环要练胸部的时候，已经过了足4天，有可能你第3天的时候，你已经感觉到我的胸部，我可以继续再训练了。所以我最推荐的，也是我现在正在用的训练方法，3分化的训练。我会把我的胸部、肩膀前束、肱3头肌放在一天，背部、肩膀后束、肱2头肌放在一天，腿部、肩膀后束放在一天。然后在每一次的训练结束之后呢，再加10分钟的腹肌训练。在3分化的训练模式下，我们每2天就可以把自己的肌肉再次进行加强，这也是我健身这几年来最优的答案。然后我们根据3分化的训练再来探讨一下哪一些动作的收益比较大，风险呢比较少。首先我们从第1天开始，胸部的训练呢，我一般会采用史密斯的平板卧推、固定器械的上斜卧推、哑铃的上斜卧推和平板卧推，最后进行蝴蝶肌的夹胸。那肩部前束我会选择哑铃前平举或者是史密斯坐姿推肩。肱3头肌呢，我一般使用绳索臂屈伸、绳索过头臂屈伸这2个。然后我们再到背部，背部的话我会用引体向上、对卧的高位下拉、微把坐姿划船。然后肩部后束我会用绳索面拉、蝴蝶肌反向飞鸟。最后到肱2头肌，我会用垂式弯举以及上斜哑铃弯举这2个动作。然后我们来到第3天，也是我最不想锻炼的腿部，我一般会使用哈克肌深蹲，然后坐姿腿屈撑和坐姿腿弯举这3个动作。中束的话，我会用站姿哑铃侧平举以及杠铃直立划船。那每一次训练之后的腹部呢，我做的都挺简单的，我就是做单杠的悬挂举腿以及平板支撑。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一些动作，也是新手可以直接拿去采用的一些优质动作。说完这2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视频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呢？是的，我今天特地加了一个麦克风，是为了让我的声音能够更加的清晰。这款希胜的 Mic Pro 无线领夹式麦克风是我最近才入手的，双麦加接收器加充电仓全能套装，轻松应对双人采访、Vlog 场景搭建，兼容手机、相机、电脑全设备。它里面配置的防风罩有效过滤98%的环境杂音，地铁、户外、商拍的收音效果都十分的优秀。除此之外，它还配置2条监听耳机 Type-C 转 C、C 转苹果，以及给相机使用的3条连接线。那喜欢的朋友快去我评论区顶置链接购买吧。那我们再回到第3个问题，一次训练究竟要安排几个动作，每个动作要安排几组，以及每一组我需不需要都做到力竭呢？上面我在推荐优质的训练动作的时候，其实这里我就是按正常的训练流程来安排的。每次的训练我会围绕6到7个动作来进行，每个动作呢正式组差不多3到4组，而每组需不需要力竭这个问题，它有一些中立性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在前面的2到3组的时候，你不用每一组都做到力竭。假如说我的这个动作设置是在8到10个，那你只用做9个就 OK。在最后一组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做到12个。至于每一组做几个，然后增肌要做多少，重量融合选择，这个还是要细说，比较复杂。但是我这边可以大概说一下我的。我一般第一个正式动作的时候，我会上到我的最大重量，每一组呢都是8到10个。然后我们再来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练前热身、练后拉伸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个人训练的时候，我都会认真的做练前的激活和热身，因为这不仅仅能减少运动受伤的风险，运动的表现也会大幅度的提升。而练后要不要拉伸呢？我一般训练之后不会做特殊的拉伸，可能有时候会在外面按摩，但是不会每一次训练都会专门去拉伸训练部位的肌肉。但是每一次训练前的热身和激活是相当的重要。这里我推荐各位新手朋友可以看看凯身王的这套激活热身的教程，它真的会让你们学到很多东西。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打到评论区，我后面会做读评论啊，或者是问题的解答都可以的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来个1键3连，
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